前段时间我们刚提到过，2024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没想到这才过了几天的时间，大洋彼岸就爆出了一个世纪丑闻，也就是罗利岛的涉案名单。那这份名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说它是一个转折点呢？大家好，我是白同学，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爱泼斯坦的名单。2024年1月3日，已经尘封6年的罗利岛案件终于又迎来了新的进展，而且还是一个堪称历史性的进展。起因是纽约法官普雷斯卡公布了罗利岛案件的庭审文件，其中还有一份长达943页的涉案名单，上至历任总统、英国王子，下至商业精英、权威学者，那些整日活跃在大荧幕上叫嚣着要惩奸除恶的标杆人物，原来才是真正的法外狂徒。比如说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去罗利岛的次数已经超过了100次，当然他的人设本身就是一片废墟。还有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夫妇几十年来都维持着友善亲民的完美形象，结果却是拖家带口的去找罗莉享受。除此之外，还有克林顿的妻子，曾经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以及被逐出族谱被称为罗利岛合作伙伴的安德鲁王子。娱乐界有著名的演员安吉丽娜·朱莉，顶级的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商界有微软的创立者、著名的慈善家比尔盖茨，还有脸书的创始人，整日吵着要帮助弱势群体的扎克伯格。最让人感到震惊的还是学术界，涉及了只有3根手指能动，但还是坚持去岛上探索黑洞的霍金，以及整日倡导公民自由，但却是在罗利岛的名单中排名第1的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德肖维茨。除去这些我们熟知的姓名之外，在这份名单上随便拿出一个，都是美国社会中顶尖的权贵人物。单只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其上就涉及了至少3位。相反，一直拿着淫贼人设的董王，在名单上却没有任何侵犯记录，与他们相比，简直就是一朵白莲花。曾经被指控猥亵男童的迈克尔·杰克逊，同样也没有出现在名单之中。他被污蔑的原因可能就是没有同流合污。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是出现在了名单之上，也不一定就接受了按摩服务。仔细一想也能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权贵人物都有着如此肮脏且一致的癖好。但既然如此，这些不缺财权的大人物为什么还要冒着风险赶赴罗利岛呢？罗利岛的控制者到底是谁呢？在罗利岛案件中有2个关键人物，一个叫做杰弗里·爱泼斯坦，他是出生在美国的犹太人，也是罗利岛最初的创建者。早年通过庞氏骗局发家，发家后又分别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和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开始广泛的结交权贵阶层。另一个叫做吉斯兰恩·麦克斯韦，她是爱泼斯坦的情妇，也是英国国会议员、媒体大亨罗伯特·麦克斯韦的女儿。另外，她与英国的安德鲁王子是同学关系，据说还与前总统克林顿关系密切。在结识麦克斯韦后，爱泼斯坦以795万美金的价格买下了美属维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搜罗年轻，尤其是未成年的女性，然后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让这些女性为他的权贵客户提供特殊服务，将这座小岛打造成了权贵乐园。这也是罗利岛的由来。为了更好的与这些人实现利益捆绑，爱泼斯坦在这座小岛上安置了大量的针孔摄像头，以此来掌握这些权贵的把柄。从曝光的文件上来看，罗利岛上的少女平均年龄只有10岁左右，最小的年仅4岁，而且诸如侵犯一类的行为还只是岛上最普通的聚会活动。除此之外，还有虐待、注射、药物实验等。讽刺的是，创建罗利岛的爱泼斯坦还曾组建了一个专门寻找失踪儿童和保护被剥削儿童的公益组织，而同样提倡要保护儿童的希拉里、安吉丽娜·朱莉等人，却又是爱泼斯坦的重点客户。实际上，从2005年开始，爱泼斯坦就不断收到有关侵犯年轻女性和组织特殊交易的指控，但却一直没有受到实际的惩罚。一直到2019年7月，曾经多次逃脱审判的爱泼斯坦突然被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方联合抓捕。这次他不仅没有得到权贵的庇护，反而大量曾与他有过接触的社会名流都开始极力的与其撇清关系。难道这些人就不怕爱泼斯坦和他们鱼死网破吗？明显这就是要灭口的信号。果然，到了2019年8月，也就是爱泼斯坦入狱的1个月后，监狱中突然就传出了其自杀的消息。要知道，关押爱泼斯坦的曼哈顿惩教中心号称是全美最安全的监狱之一，不管是他生前的举动，还是被损坏的监控、睡着的狱警，都表明着爱泼斯坦只是这场权力游戏的弃子。按正常的逻辑来看，一个能让连续几任总统都登上罗利岛留下把柄的人，一个能控制选举的人，显然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草草下线。那爱泼斯坦的背后是谁呢？这个人到底有什么能力，让这么多的权贵名流自愿去罗利岛上留下把柄呢？显而易见的是，罗利岛案件的大量曝光，主要是因为美国内部的权力斗争。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是在11月，而总统初选是在1月15日。从近段时间的数据来看，未在名单中留下实际证据的特朗普，也确实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从死亡名单事件开始，到阿桑奇被捕，再从希拉里邮件门到爱泼斯坦的离奇身亡，这一系列事件都表明着其内部权力团体的矛盾已经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想要找到罗利岛幕后的掌控者，就要从这场权斗的源头说起。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希拉里风头正盛，距离总统只剩下了1步之遥。结果就在这个关键节点，突然爆出了一则惊人的消息，说是有一个叫做安东尼·韦纳的人曾给未成年女性发送过敏感信息，于是专门监控儿童犯罪的调查组就没收了安东尼·韦纳的个人电脑。这个安东尼·韦纳的前妻叫做胡马·阿贝丁，是希拉里身边的高级助手。
调查组在打开韦纳的个人邮箱之后，发现其中竟然有着多达62万封邮件。在查看过邮件之后，调查组立即以人手不足为由，将案件甩给了纽约市的警察局。纽约市警察局的相关人员在查看过安东尼·韦纳的个人邮箱后，才明白为什么调查组把这个案件交到了他们手上。因为在这些邮件中涉及了大量关于希拉里团体的机密，其中不仅提到了克林顿夫妇与奥巴马如何在国家之外组建秘密团体，如何控制权贵，如何结党营私，甚至还有大量权贵缴纳投名状的证明。如果希拉里成为下一任总统，那他们和调查组都很难保证自己不会被希拉里灭口。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曝光案件，让特朗普上台，以寻求新的权力庇护。在这个期间还出现了一个事件。2016年4月时，加州的一名妇女曾对爱泼斯坦和特朗普提起了联邦诉讼，指控这两人曾在一次派对上对她实施了侵犯。当时的她年仅13岁。这份诉讼在1个月后就被驳回，因为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看起来就像是将爱泼斯坦与特朗普绑定一样。当然也有可能是警告。诉讼撤回后，这名女性又宣布自己将于大选前的前6天在洛杉矶召开新闻发布会，但没过多久却又突然取消了发布会，并且于2016年11月4日，也就是特朗普当选的9天前撤销了这起诉讼。最终在邮件门事件之后，特朗普的支持率反超希拉里，当选了美国第45任总统。时间来到2019年，又是美国总统选举的前一年，爱泼斯坦突然在新泽西州的泰特波罗机场被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察局这两个我们熟悉的部门以策划性交易的罪名逮捕。而且在逮捕爱泼斯坦的当天，还有10几名调查局的特工直接拿着搜查令强行打开了他位于曼哈顿的联排别墅，在其中发现了大量的敏感照片、暴露视频。然而我们刚才提到过，还没等这些资料爆出，爱泼斯坦就突然在监狱中自杀，最终拜登当选。按照2024年初曝光的爱泼斯坦名单来看，如果这些资料在上一次大选时被爆出，那可能就像邮件门一样，成为特朗普赢得大选的杀手锏。按照以往的拳头来看，这次之所以爆出名单，似乎就是昂萨与犹太财团斗争的结果，而且双方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目的就是为了通过爱泼斯坦案件摧毁犹太财团的根基。除了这个说法之外，还有一个叫做蜜罐行动的阴谋论，大意就是说，以罗斯柴尔德为首的英美犹太资本通过爱泼斯坦来满足一些欧美权贵对于年幼女性的变态喜好，然后再利用这些权贵让其他的名流缴纳投名状，将他们全部装在一个蜜罐之中，这样他们通过手里的证据和他们所控制的资本媒体，就可以控制美国的商政界、科学界、娱乐界、金融界、新闻界，进而控制整个美国。且不说犹太资本对各行各业的垄断，单单只是翻阅争斗双方的相关资料，不难发现特朗普的大女婿是犹太人，大女儿伊万卡皈依了犹太，就连2个姑姑也都嫁给了犹太人。而拜登的妻子是犹太显赫的雅各布家族，儿子娶了一个非洲裔犹太人，女儿嫁给了一名犹太医生。从这里也就不难看出，参加选举要获得哪方势力的支持，哪方势力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事实的真相我们难以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美国也没有走出历史的周期。这些有权有势的上流人物，就算是每个人都有变态的欲望，那也不一定非要通过爱泼斯坦这么一个臭名远扬的人物来增加自己暴露的可能性。而他们之所以通过爱泼斯坦，显然主要的目的就是选择阵营，至于录像则是他们自愿交出的投名状。我们之前在讲封建王朝的时候就提到过，一个王朝大概要经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掌权，在王朝初期，皇帝有着绝对的权力，能够尽可能的维持政通人和。第2个阶段叫做制衡，随着王朝的发展，必然要诞生一部分的贵族势力，帝王需要尽可能的制衡各方势力。在这个阶段可能会出现中心之主用铁血手腕打破贵族对于王朝的蚕食，相反，如果皇权的传递出现波动，那也就加速了贵族对于王朝的蚕食，于是也就进入了第3个阶段，崩溃。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皇权被贵族架空，整个王朝逐渐的走向衰败。为什么皇权会被贵族架空呢？因为它属于权力的中间角色，也就是连接皇帝与大臣的关键人物。他可能是宦官，可能是外戚，可能是宗室，也有可能是权臣。这些人上通皇帝，下接朝臣，又能通过朝臣拉拢那些掌控地方的巨富和乡绅。皇权的传达必须通过这种角色，然而这种角色又反过来威胁皇权。就算强势如朱元璋，也无法绕开这些权臣，只能通过创建锦衣卫、日夜监察的方式稳固权力。所以韩非子曾得出了一个十分吊诡的结论，他说所谓明君就是能够制衡大臣，真正的行使皇权；所谓昏君就是被大臣架空，从而成为了权臣的傀儡。而罗里岛事件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一向自诩为世界灯塔的美国依然没有逃脱这种历史的周期，甚至罗里岛的控制者垄断的比古代贵族还要彻底。就像是在美剧《纸牌屋》中刻画的一样，当主角为了权力不择手段，使尽浑身解数换回总统之位后，才发现自己的权力受到各方看不见的势力的限制。在绝望之下，他参加了一个诡异的仪式，这才明白真正的权力其实掌握在这些蒙面人的手中，他们是富豪，是媒体，是学者等群体组成的联盟。所谓总统只不过是一个象征，这就如同被赵高控制的秦朝，被董卓控制的东汉一样，只要能满足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推举任何人成为总统。有意思的是，《纸牌屋》的主演凯文·史派西也是爱泼斯坦名单中的一员。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2000多年前韩非子写下的孤愤，依然可以解释美国如今的现状。
为什么这些人要登上萝莉岛呢？因为商人不依靠掌权者，那生意就不被允许；百官不依靠掌权者，那官位就得不到晋升；学者不依靠掌权者，那待遇就不能提升；艺人不依靠掌权者，那才能就不会被发现。一个濒临崩溃的王朝所做出的国之决策，通常都是在权臣的府邸敲定。同样，现在美国的战略、民生、经济，甚至学术等领域的决策，也都是在一个个类似于萝莉岛的场合制定。曾经齐国的覆灭不是因为失去了土地和城池，而是吕氏失去了控制权，导致国家被田氏掌控。曾经晋国的覆灭也不是因为失去了土地和城池，而是姬氏失去了控制权，导致国家被六卿所掌控。这种系统性的崩溃就像是一个人失去了对于身体的掌控一样，不是直接溃散，就是逐渐衰退。为什么呢？因为像爱泼斯坦这种团体的利益本就和整个帝国的利益相悖。君主的利益是让每个人各尽其能，然而奸臣的利益却在于没有才能还可以得到重用。君主的利益是论功行赏，然而奸臣的利益却是没有功劳还可以被赏赐。君主的利益是招贤纳士，奸臣的利益却是激荡营私。这些归顺爱泼斯坦的名人，到底是因为成名所以才归顺，还是归顺之后才有了如今的成就呢？我想绝大多数都是后者。但以上内容仅代表我个人理解，如有错误也感谢大家指正。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白同学，我们下期再见。